我叫陈小宝，是个农户的儿子。我家里穷得叮当响，全靠种地过活。可这年景太差，地里没收成，全家都快揭不开锅了。唉，老黄，你说，在这荒年要吃顿饱饭，咋就这么难呢？我倒是知道个地方有宝贝，能帮你吃饱饭。谁在说话？你能听到我说话？啊，老黄，是你在说话？是我。没想到我竟然觉醒了与动物沟通的异能。老黄，你说的那个地方在哪里啊？我年轻时跟着老主人见过一个神秘洞穴，你往前走，穿过树林，路过一棵大梧桐树，往下走就能看到。听说里面藏着前朝遗留的神秘种子，可以种来卖钱。谢谢你了，老黄，我去找找看。祝你好运，小家伙。老黄牛跟我说，路过一棵大梧桐树，往下走就能看到入口。原来在这里啊！哇啊！这布包里是些什么种子？不管了，先把这些种子拿去给爹看看。哎，陈旺，这地你都伺候3年了，去年收的那点粮食够你家嚼舌根不？陈旺，这种地啊，也得有好种子，你连像样的种子都买不起，再努力也白费。等我攒够钱了，买些好种子。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就是，连根草都种不出来，早晚得饿死。走吧走吧。爹，哎，你看我给你带啥了？小宝，给爹带啥了？啊，种子。小宝，你哪里来的这些种子？我还是不要告诉爹我精通授予的事情了。爹，这是山神伯伯给我的。我刚刚在后山玩，看见个箱子里面就有这个。山神伯伯说种这个能赚很多钱，咱们种这个吧。爹，你听我的，咱们种它肯定能种成。好，爹都听小宝的，现在就种。爹，我帮你。好，来。媳妇儿，我们回来了。娘，我们回来了。可算回来了，赶紧过来吃饭吧。好。今天没掺点玉米面。剩那点玉米面，要留着给小宝熬粥啊。小宝正在长身体的时候，等夏季收成好了。在这荒年里，夏季收成好不好，谁都不知道。爹娘，这野菜糊真好吃，你们也吃，咱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吃。娘，我吃饱了，你看我肚子都鼓起来了，你们也快吃吧。吃吧。好。家里实在是太穷了，不过既然我有了能跟动物沟通的能力，我一定能凭借这个赚钱，让这个家过上好日子。今天刚把山洞里的种子种下，离种子成熟还有很长时间，家里粮食就剩1点了，再等下去，我和爹娘就要饿死了。唉，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让种子快速生长就好了。我知道有个东西可以让种子快速生长啊！真的？你说的东西在哪里啊？我可以告诉你在哪里，但你要帮我个忙。什么忙？你给我一点东西吃，我饿得快死了。堵了，搏一下也总比饿死强。我就剩这1点了，全都给你吧。就藏在村口那个房子床榻左边的暗格里。听我的祖先说，他曾经亲眼见到那个东西可以帮助种子快速生长。就算是荒地也能快速生长吗？对，没错。小老鼠说，能让种子快速生长的东西就在这儿。
在床榻左边的暗格里。啊，真的有东西！这东西要怎么用啊？啊，里面有液体，滴到地里试试。如果真的有用，白天种到地里的种子，明天就能长成了。这人是谁呀？这你都不认识啊？这是咱们镇上最大的药材铺瑞昌药铺的王老板。哇，大老板！乡亲们呐，我今天来收药材了。王老板，这荒年上山采药不容易，您看这价格嘛，按照市场价售，1斤再多给你们加2个铜板。我也带了糙米来，可以要铜板，想换成糙米也可以。这好了，真有糙米吃。那植物怎么看着这么像雪结草？雪结草数量非常稀少，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啊？没错，是雪结草，叶尖带红，穗子拔开，流红色汁液，这品相真品啊！镇上和城里的大药房都抢着要，没想到这里竟能种出这么多。王老板，你会不会是认错了？就这破地长的草，能治这么多呀？我收了一辈子药材，你能有我懂？这是谁种的地啊？我出1斤1两银子收。我1两银子？我的娘嘞！这破地长出金子了！这陈旺家是走什么狗屎运了？哎，陈旺来了！陈旺真是好样的，叔就知道你是种地的好手啊！张爷爷，我咋记得昨天你还说我爹是个大傻子，天天种地啥也种不出来，今儿个怎么又说我爹好样的？陈旺，我家里那情况你也知道，你能不能给我匀一株呀？我给你钱。婶子，你之前还说我爹就是瞎折腾，怎么这么快就忘了？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呀！你这孩子，你……我是瑞昌药材铺的老板，鄙人姓王，小兄弟怎么称呼啊？我叫陈旺。陈旺小兄弟，这片雪结草是你种的吗？血结草？血结草是啥？没想到神秘种子种出的竟然是血结草这种珍稀药材。呀，血结草就是山神伯伯给我们的种子种出来的。对，是我种的。哈哈，陈旺小兄弟啊，你这片血结草我都收了，按1斤1两银子算，你看如何呀？哇，1斤1两银子！这位叔叔，血结草可是珍稀药材，1斤1两的价格是不是有点低了？这1斤1两还低呀？你这小屁孩懂什么呀？就是，你可别卖不出去，砸手里。小家伙还挺识货，行，那就按1斤2两银子给你算，你看可以吗？2两银子，2两银子，1斤2两银子。哎呀，这个价格还可以，那就谢谢叔叔啦。这是收购血结草的40两银子，你拿好啊！以后要是还有好货，尽管到镇上瑞昌药材铺找我啊！多谢王老板。爹，咱们现在有钱了，去集市上买点粮食吧，咱家都没有粮食了。小宝说的对，走，爹带你上集市去买粮食去啊！两位客官，今天刚到的陈麦面，8文钱1斤，价格非常实惠。是吗？老板，我们今天不买陈粮，要新磨的头稻白面和刚脱壳的白米。新面12文，白米15文，你们确定要吗？太贵了，太贵了，还是给我们称10斤陈麦面和5斤陈米吧。爹，陈面馒头吃着拉嗓子，你每天种地很累，吃顿软乎乎的馒头，晚上能睡得香。而且娘身体不好，陈米清汤寡水的没有营养。这白面和白米价格贵不少，咱们刚卖血结草赚点钱，还是得省着点花。爹，这个你放心，我都想好了，我明天去后山再挖点草药，卖给瑞昌药材铺的王老板，还能赚不少钱。以后咱们想吃多少细粮就买多少。爹，你看，这白面细得像滑石粉一样，到时候做成白面馒头，你带到地里去吃，比啃干饼子强多了。吃饱了才有力气种地，这钱花得值。行，就听小宝的。老板，那就给我们称10斤白面
5斤白米吧。老板，这次给我们便宜点，以后我们再多买点白面和白米。好嘞，客官，您稍等。好嘞。娘，我们回来了。回来了。你看我和爹买了什么？哎呀！啊！孩子他爹，你们哪来的钱买肉？莫不是你跟人借钱了？没有。娘，这是我和爹卖血节草赚的钱买的。啊！还有白米白面呢，咱们晚上吃白米饭配红烧肉。您和爹辛苦了，该吃点好的补补身体。我们小宝长大了，会赚钱，也知道心疼人了。是啊，小宝真的长大了。买完粮食之后，还劝我买点肉回来，让咱家吃好点。今天晚上我们吃红烧肉配白米饭。哎呀，好香啊！快动筷子吃饭吧，一会儿啊该凉了。这年头吃上白米真不容易，我得用这听动物心声的能力多赚点钱才行。小宝，多吃点肉。姨娘，你也辛苦了，多吃点补补身体，别光吃米饭。娘，你多吃点，这肉烧的比镇上馆子烧的都香。可不是嘛，这顿吃的比过年还好。多亏了小宝劝我买点白米和肉，不然咱们还得啃陈米就咸菜。爹，这算啥？明天我去山上再挖点药材，赚了钱，咱们再买只鸡炖鸡汤喝。以后咱们天天有肉有白米。小宝真是懂事儿，以后啊，咱们就听小宝的，咱也别太省了，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对，以后都听小宝的啊！吃饭吧。忙活了几天，终于能吃上一顿饱饭了。但是卖血节草一共只赚了40两，这点钱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要想办法多赚钱啊！没钱还饿肚子的日子，真的太难过了啊！我可不想再过那样的日子。这是柴火，治疗感冒特别灵，拿到药材铺也能换点钱。救救我！救救我！谁在求救？刚刚是你在求救？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对，所有的动物我都能沟通。我不小心踩了猎户的陷阱受了伤，你能救救我吗？救你可以，但是你不能咬我。我不咬人的，你放心。你这伤口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你找个地方好好养伤吧。我走了。等一下，你刚刚是在挖药材吗？对啊，怎么了？你跟我来，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你是想说这里有药材？对。这是丹参，还是红色的丹参，比我以前见过所有的丹参都要大。小狼，你可真厉害呀，竟然能找到丹参这种珍稀药材，就当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谢谢你了，小狼，再见。爹娘，快看，我挖到了宝贝。慢点跑，别摔倒了。哎呀，这颜色，这形状，难道是红色丹参？红色丹参，那是啥？是能治病的好药吗？这何止是能治病啊！这红色丹参可是稀罕的金贵物呢。去年村里张大户他娘病得快不行了，大夫说这红色丹参可以救命，四处找人求药都寻不到。这东西这么稀罕？是啊，这有的红色丹参可以抵庄户几年的收成呢。是吗？哎呀，小宝，这么好的红色丹参，你在哪里挖的？就在后山草丛里挖到的。我看它叶子很特别，就挖来了。真是老天保佑，让咱们小宝寻到了这么好的东西。有了这红色丹参，以后啊，想吃多少肉，小宝就可以吃多少肉，要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对，明天一早我就带小宝去找瑞昌药铺的老板，把这红色丹参给卖了，再给咱家买点粮食。对，
给咱家买很多很多粮食，以后看谁还敢看不起咱家。对呀。请问王老板在吗？我们老板也是你们这种农户能见的吗？我们这里有根上等的红色丹参，特意拿过来请王老板长眼的。就你还有红色丹参，怕不是哪里随便挖的野草，拿到我们药材铺来骗钱吧？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药材铺看的是药材本身，要是因为我们穿的不好，就把好药材拒之门外，传出去就不怕人家说你们瑞昌药材铺只认衣服不认药，以后谁还敢往你们瑞昌药材铺送药？小家伙说的不错。你平时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我们开门做生意讲究的是以礼待人，只论药材，不论身份。今天这个事儿要是传出去，以后谁还敢来上门做药材？你是要砸了我这瑞昌药材铺30年的招牌不成？老板，我错了，我不该狗眼看人低，我再也不敢了。求掌柜的饶我这一次吧。给我求饶有什么用？去给陈旺兄弟赔罪，罚你3个月月钱，给客人当药费。从今天起去后院切药材，什么时候改了你这毛病，再给我到前台来。客官，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有眼不识泰山，小的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陈旺兄弟，是我管教不严。既然他知道错了，那就算了吧。既然陈旺兄弟都这样说了，这次就算了。你先下去吧。谢谢客官，谢谢老板。陈旺兄弟，可是有什么好货要出啊？我们这里有根红色丹参，请王老板长长眼。红色丹参？哎呀，这参比我药材铺里所有的参都要大。你是在哪里挖到的？这是我儿子小宝从后山挖到的。哎呀，小家伙，能给我说说你是在哪里发现这根红色丹参的吗？肯定不能告诉你，是小王带我找到的。我在后山挖药材时，看到它的叶子很特别，就挖回来了。哎呦，小家伙看东西还真准，普通人呐，一辈子都难寻到的药材，你说挖就挖到了，哈哈，有前途啊！陈旺兄弟，这颗丹参呢，我要了，我出50两，你看可以吗？哎呀，王老板真是出手大方啊，那就多谢王老板了。好，王老板，那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告辞了。小家伙，以后再挖到好东西啊，记得再来我瑞昌药材铺哦。好，行，慢走啊。爹，咱们今天多买点粮食和肉，再买只鸡给娘炖鸡汤喝。好，都听小宝的啊，走。哎呀，这老马可真可怜呐！可不是嘛，看着都快被打死了。救命！谁能来救救我？谁在求救？爹，你听，那边有个马叫的好惨，我们过去看看。行，我们过去看看咋回事。走。死畜生，让你拉车你拉不动，养你吃干饭呢。救我！救救我！你别打他了，他都快死了。哪里来的小娃娃？我劝你少管闲事，这是我的马，我想打死就打死，你管不着。这位老哥，小孩子不懂事，别跟小孩子计较。这老马看着都快不行了，你打也没用啊，不如卖给我吧。多少钱？我给你。5两银子。这老马的主人疯了吧？一头快死的老马卖人家5两银子，这人心可真够黑的。谁会花5两银子买一匹老马呀？真是。我们买了，这是5两银子。早知道这么好卖，早该多打他几顿。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谢谢你，小家伙。小宝，走吧，咱也买点东西，早点回家。好。你们这是买了一匹马？这不是在集市看这匹马被人打，怪可怜的，小宝就把它买下来了。我听到他在向我求救。你说他在向你求救？
对呀，娘。你在说什么胡话呢？他说话，你怎么能听得懂？我能听懂。哎，小孩子家净说胡话，快进屋去歇会儿，咱们晚上炖鸡汤喝啊。哦。姨娘，小宝能听懂这马说话，这事儿奇怪不？这马咋能说话呢？还只跟小宝说。这小宝不会被撞邪了吧？自从他从山上回来之后，就突然认识了很多药材，整个人也变得聪明了，说话都透着一股机灵劲儿。哎，哪有那么多邪乎事儿？咱们家小宝健康的很，看着一点事儿都没有，应该就是看这匹马怪可怜，想救他，随口一说，别自己吓自己啊！你说的对。哎呀，天色也不早了，我去给你们做饭。行，我去把棚子收拾收拾，给马添点水和草啊，去吧。娘，这鸡汤真好喝，这馒头真好吃。好吃你就多吃点儿。这次多亏了你在后山挖到的红色丹参，让咱们家赚了这么多钱。是啊，娘放心，我以后还会赚更多的钱。好，好，只要你有这份心，娘就知足了。快吃吧，来。小家伙，你想赚很多的钱吗？对啊，我想赚很多钱，至少一年挣个100万吧。我知道有个东西可以帮你赚钱，虽然赚不了100万，但是赚个买粮食的钱还是可以的。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啊？后山有一个上百年的老松树，树上流的油很香，能卖不少钱，你可以去找找看。老松树流的油有香味？对，很大的香味儿。松香，竟然是松香！我明天就去后山找找看，谢谢你啊。小宝，你在这里干嘛呀？你在抠树皮吗？才不是呢！听说山上松树上的松香油可以拿来卖钱，我来采点，但是它黏糊糊的，根本采不了啊！笨，用这个刮，刮这个要找树的疤痕处，这样刮出来的油多。你好厉害呀，小七姐！你也来刮松香油吗？才不是呢！我来采些蘑菇，去山下集市卖钱。山下集市？后山山脚有一个自然形成的集市，每天都会有人在那里收购跑山人的货。我经常到那里卖东西，你要卖的话，等你刮完，我可以带你一起去。前面那棵树树龄更长，松香更稠，你可以去那棵树上刮。谢谢小七姐，那你快点刮，刮完咱们一起去山下集市卖货。好的。你这么快就卖完了？因为我经常来卖，有人专门来收购我的货，直接把货给他就行了。小家伙，你这松香油怎么卖啊？10文钱1斤。小家伙，你的松香油品质还真不错。这样吧，我全要了，你给我按3文钱1斤吧。叔叔，这松香油没有一丝杂质，且质地浓稠，香味浓郁。3文钱，这价格也太低了，根本买不下来品质这么好的松香油。镇上的店铺都卖20文呢。你这是欺负小孩子。好吧，就按你说的10文钱1斤，我全要了。叔叔，这松香油有10斤左右，就给我100文吧。钱拿好。好嘞。那咱们也收拾东西回家吧。爹娘，你们快看，这是我卖松香油挣的钱。哟，这么多呢！你这小子，小年纪还挺有商业头脑。行，比你爹我能挣钱。我们小宝真厉害，这些钱呢，留着你自己花啊。陈旺在家吗？出事了！出事了！村长，你咋这个时间来了？出啥事了？出事了！村里闹瘟疫了！瘟疫！前天你李叔家的鸭子突然不吃东西，本来以为是小毛病，没去管它，
结果今天，村里好几户人家的鸭子都是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哎呀，村长爷爷，兽医看了吗？找了，那兽医来了，看了之后说是瘟疫，要把鸭子都拉出去埋了。啊！这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养了鸭子，想是到年底还能赚笔钱呢。这要真是瘟疫，这家里的家底可都要赔进去了呀。对呀，记得上次你种那个血结草，这种珍稀药材，应该对这个药材啥的比较了解，所以请你去看看。这村长，我就是个庄稼汉，这药材我也不懂呀。哎，那咋办呢？村长爷爷，我能治。啊，小宝，你真的能治啊？可以的，村长爷爷，你先通知村里养鸭的人家封住栅栏，我先去李爷爷家看看情况。好，我这就去。哎，小宝，这瘟疫你真的能治？应该可以的，娘，你放心。那你过去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被感染了。听村长说陈小宝可以治好瘟疫。陈小宝，这么大点的孩子懂什么啊？是啊，一个小娃娃能懂什么呀？小宝，你看看我这鸭子还有救没救啊？哎，这大的都蔫了，小的也动弹不得。兽医说这是瘟疫，要拉去埋了。哎，李爷爷，你先别着急，我帮你看看。你能听懂我说话吗？感觉怎么样？能听懂，我感觉肚子很疼。肚子疼？啊？你最近吃的还跟平常一样吗？一样的，是水有问题。水喝了之后肚子烧着疼。小宝，我这鸭子到底是啥问题啊？这不是瘟疫。这不是瘟疫，那是什么？村里的兽医都说是瘟疫，你怎么能确定不是瘟疫？就是小孩子家胡说八道呢吧？这不是瘟疫，只是饮用了不干净的水，才导致鸭子不吃不喝的。看着和瘟疫的情况一样，但其实不是的。那到底能不能治啊？你这病能治吗？能治，用蒲公英和青根熬水喝掉就行。能治。怎么治啊？用蒲公英和青根熬水喝掉就行了。幸亏你能听懂我说话，不然我就会被当成瘟疫拉去埋掉了。没事的，有我在。李爷爷，快找人去后山挖点蒲公英和青根，熬水给鸭子喝掉，半个时辰左右就好了。蒲公英和青根，两个常见的药草，那能管用吗？可以的，快找人去吧。再晚，鸭子就真的保不住了。好嘞，好嘞。哎呦，我们也赶紧回去熬药喝吧，要不然来不及了。对，走。嘿，站起来了呀！哎，真神了呀！这次多谢你了，要不是你，村里的这些鸭子都要被拉去活埋了。你救了我们大家，有什么我能帮助你的吗？如果你真想报答我的话，就给我一件能赚钱的东西吧。老屋后面墙根下埋了一个陶罐，听说陶罐里面放着能赚钱的秘方，你可以去挖出来。那就多谢了。陶罐里赚钱的秘方会是什么？哎，好像挖到了。梦蝶天竺香，听着香的名字，像是西域香料的配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算了，先不管了，回家再研究吧。这香料配方搭配的极其精妙，想来应该是李叔家某一位祖先跟随西域商队经商时偷偷记录下来的。这个梦蝶天竺香原材料只需要肉豆蔻、桂花以及少量檀香木碎以及松香。松香剩才剩一点松香油，其他材料该去哪里取呢？我知道哪里有。小麻雀，你能带我去找檀香木、肉豆蔻和桂花吗？可以，跟我来吧。这个就是你要找的檀香木。
没错，这确实是檀木香。小麻雀，你真厉害！肉豆蔻在前面草丛，你往前走走。这红色的果实确实是肉豆蔻。再往前走就有桂花树，你闻着香味就能找到。现在梦蝶天竺香原材料都已经采齐了，你原材料采齐了，我就走了。谢谢你，小麻雀。梦蝶天竺香配方上写，需要将3种原材料磨成粉，按照比例混合即可。哇，好香啊！这梦蝶天竺香一点燃，香飘10里。可是闻香很简单，并不是什么新奇玩意儿。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它变得新奇呢？水。寻常人家以香囊熏香增味，却难以持久。我若能将香气溶于水中，令人散发香气，这岂不是一门独家的好买卖？定然风靡全城。哎，小宝，回来吃饭了，饭做好了。知道了，娘。小宝，你爹都快回来了，快进来吃饭了，快来。阿娘，你看，这是我做的。这是什么？好香啊！整个屋子都是这个香味儿。我回来了。这什么味道？好香啊！爹娘，我打算把这个叫做香水，这是我用几种香料提炼出来混合而成的。爹娘，这香水更加便捷，香，用的时候可以涂在手腕上或者衣服上、手帕上，只倒1点就能香1天呢。这香味儿初闻的时候有一股辛辣的味道，然后还有一股桂花的清香，最后还带了点檀香的味道。娘，我们把香水拿到集市上去卖吧，肯定能赚好多钱。卖香水那能行吗？能行的，娘，去吧去吧。去吧，姨娘，相信小宝。行，那明天娘带你去集市，咱们卖香水去。谢谢爹，谢谢娘，你们真好。好了，吃饭吧，吃吧。什么味道？这么香？哎，好像是这个摊子的味道。大妹子，你这卖的是啥？闻着怪舒服的，没有胭脂铺那么刺鼻。对呀，对呀。这个是我们家小宝做的，叫香水。香水？好香啊！婶子，这个东西叫香水，洒在身上，走到哪儿香到哪儿，能香1整天呢。哎呀，这香水可真香，滴在身上，整个人都是香的。多少钱一瓶？是啊，只要5文钱一瓶哦。5文钱，这么便宜？给我拿2瓶。我也要，我也要，我也来一个，我也要。我给你们装好，你们拿好，喜欢了再来啊。大家不要买这家的香水，这是毒水。我媳妇儿用了之后，浑身起疹子。大家不要受这2个母子的骗了。大哥，我们家的香水全部用的是上等香料。你还狡辩？我媳妇儿用了不到半个时辰，浑身起疹子。你这是黑心货。叔叔，
你说我家香水让婶子过敏，你买的是哪瓶香水？就是我扔在桌子上那瓶。叔叔，你确定香水是用这个瓶子装的？就是这个瓶子，你是不是不想认账？大家看，这两个瓶底一样吗？这瓶身看着一模一样，但是瓶底一个带暗纹，一个不带。幸亏我提前做了标记。是啊是啊，这一看就不一样。太恶劣了，报官，必须报官严惩他。我错了，小兄弟，我错了，是胭脂铺那个老板给了我2两银子，让我来闹事他，放我一马吧，求求你了。这人真是活该。我们小宝真是一个小机灵。娘，你放心，以后有我在，没人敢欺负咱家。这香水真好呀，再来一瓶，再来一瓶。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好，还有我，我也要。到了，来。娘，今天我们一共赚了300文呢。不错的进账。走，今天收摊回家。哎呀，这是今天卖香水挣的钱，竟然比上次卖松香油还挣得多。是啊，今天挣了足足有300文呢，够咱们1周的粮食了。小宝这挣钱的想法真行，比守着几亩地强啊！爹，今天好多人来买咱家的香水。对，今天呢，幸亏有小宝，有个人来闹事儿，幸亏小宝机灵，要不然摊位就要被闹得卖不成了。我家小宝可真厉害呀！娘，咱们明天再多带点香水去集市卖吧。行，都听你的。哎呀，走过路过看看嘞，只需几滴就能香飘10里的香水儿，特别适合小娘子们。香水香飘10里，小娘子们都喜欢的香水，只要3文钱一个，只要2文钱一个。香水不是吧？抄袭的这么快，抄就算了，还价格内卷。娘，看来卖香水赚钱这条路是行不通了，咱们还是回家想想其他办法吧。行，走吧。这些香料都用不上了，得抓紧时间收起来，不然呢就受潮了。虽然香水做不成了，但是可以把剩下的香料卖给瑞昌药材铺，算是也可以挽回点损失。你说的对，我这就去给王老板送过去，你在家等我啊。你是要这个？对的。给你。小松鼠，你天天在山上窜，知道有什么东西能赚钱不？我要是赚了钱，你可以每天到我家来吃好吃的。后山埋着好多圆疙瘩，还带刺儿，里边是黄黄的、甜甜的。是栗子，走，去挖栗子。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圆疙瘩。没错，这个是栗子。你说说你在哪里捡的？地底下埋得很深，要挖。小松鼠，谢谢你。小松鼠，这些是给你留的，下次还想吃好吃的，可以来我家找我。我走了，再见。小宝，你在干什么呢？我刚去摘了点栗子，我打算拿到集市上去卖。这东西并不是什么稀罕物，平常老百姓也都能吃的，拿到集市上去卖，也卖不了多少钱。那怎么样能让它变得更赚钱呢？大家平常吃栗子，直接把栗子做成火烤栗子，或者磨成粉当零食吃。这种吃法虽然管饱，但味道不怎么样。如果能把自己的味道做得更好吃，应该能卖得上价格。味道做得更好，
那我可以做成糕点呢。如果我把栗子做成糕点卖给酒楼，那岂不是具有稳定的收入商，再也不怕摆摊被抢粮食了？小宝，这是我刚做的栗子糕，我想把栗子糕拿到镇上卖给酒楼，你帮我尝尝。这栗子做成糕点后，没有栗子本身的香气，而且口感也不好，就算拿到酒楼，也不会有人要。这可咋办？哎，这里怎么会有一只小蜜蜂围绕着咱打转呢？小蜜蜂，你在找什么？你在和小蜜蜂说话？对，我能跟动物沟通，它们说话我都能听得懂。哇，小宝，你好厉害！你不会觉得我是怪物吗？不会啊，因为我觉得这很酷啊。啊？什么味道？呸呸，这糕不好吃，一点都不香甜，还干巴巴的。小宝，我怎么觉得这个小蜜蜂嫌弃你做的栗子糕？我有能让栗子糕变好吃的东西，跟我来。小宝，小蜜蜂在说什么呢？小蜜蜂说它有能让栗子糕变好吃的东西。那还等什么？咱们快跟上去看看。小宝，你问问小蜜蜂还有多久到？再走下去，我腿都要断了。快到了，快到了！小蜜蜂说快到了。小蜜蜂说的能让栗子糕变好吃的东西，不会就是这个蜂巢吧？这个蜂巢里飞出来的蜜蜂看着也太大了吧？这蜂巢上渗着金黄色的蜜珠，味道闻着非常香甜，是难得一见的野蜂蜜。我的天哪，这只能蛰死人的大黄蜂，看样子是这群蜜蜂的领头。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借点蜂蜜，绝对不动你们的窝，可以吗？感谢感谢。只取蜂蜜不动窝，我保证只取蜂蜜不动窝。好，希望你能遵守承诺。咱们去采蜂蜜吧。感谢各位哥哥姐姐。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炒栗子，很香甜，你们一定要尝尝。我们就先走啦。小七姐，这个你尝尝。哇，这栗子糕又甜又糯，除了栗子本身的香味，还带着一种花蜜香。比刚刚做的好吃多了，入口即化，醇厚清香。如果能卖到酒楼，肯定能赚不少。栗子糕的味道比镇上酒楼的糕点都好吃，但是要怎么才能卖给酒楼呢？我们直接去肯定不行，得想个办法。听说悦来酒楼是咱们镇上最大的酒楼，每天生意好的不行。我们把栗子糕的摊子摆到悦来酒楼门前，这样能行吗？可以的，相信我。来，香甜的栗子糕，快来尝尝！栗子糕，新鲜香甜的栗子糕，又甜又糯的栗子糕。小娃娃，你这栗子糕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这栗子糕里面加了野蜂蜜，吃一口包你难忘。野蜂蜜啊，那可是稀罕玩意儿，普通人家想采都采不到，一罐蜜能卖300文呢。你这栗子糕卖多少钱？价格我们还没定呢，先请大家免费品尝，要是觉得好吃，我们就多做点。免费品尝？那给我拿一块，让我尝尝。好吃，竟然有花香的味道。去，
哪里来的不长眼的玩意儿？敢在我们悦来酒楼门口做生意，不想活了？赶紧滚！我们在街上摆摊怎么就不行了？那里又不是你们悦来酒楼的地盘。就是，人家2个小娃娃又没挡悦来酒楼大门，凭什么让人家滚？凭什么？凭我们是悦来酒楼，我们让你们摆，你们才能摆；不让你摆，赶紧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来人，给我打！住手！这人就是悦来酒楼的周老板。听说周老板家里的亲戚是京城大官，身份背景很不简单，连县令都要礼让3分呢。在咱们这儿做生意，没人敢招惹。看来这2个卖栗子糕的小摊主要遭殃了。谁说不是呢？周老板，这2个小娃娃没一点眼力劲儿，在咱们悦来酒楼门口摆摊儿，挡咱们生意。小的呀，正要赶他们走呢。这是你们做的？是我们做的。这块是干净的，你尝尝。这糕做的确实不错，甜而不腻，栗香裹着蜜香，倒是比我们酒楼的糕点做的还要好吃。就是放在京城的酒楼，也是能卖断货的。周老板谬赞了。不知道这位小兄弟愿不愿意将这栗子糕特供给我们酒楼，每月送1次，每次500文钱购买，你们看怎么样？500文？那就多谢周老板了。以后我们的栗子糕就特供给悦来酒楼了。你这个不长眼的，我们悦来酒楼是开门做生意的，你倒好，在这里仗势欺人，悦来酒楼招牌经得你这样糟蹋？老板，我不是故意的，我错了，我错了。天生恶人有恶报，活该！活该！这么大个人欺负2个小娃娃。不过这栗子糕确实不错，能给人家悦来酒楼做特供，真是厉害。各位乡亲，今天让大家见笑了，以后想吃栗子糕就来我们悦来酒楼，前3天全部8折出售。好。小七姐，这次卖栗子糕挣了500文，这250文你拿好，多谢你跟我一起摆摊挣钱。小宝，你真厉害，竟然能把栗子糕特供给悦来酒楼。这次栗子糕成功供给了悦来酒楼，也算是稳定的销售渠道。回去以后，我把栗子糕的制作方法教给你，以后咱们栗子糕就交给你了，以后就由我来负责。小宝，你听，好像有狗在叫，它叫得好凄惨。小宝，你听听它在说什么？好像在求救。走，咱们去看看。疼，伤口好疼。没用的狗东西，摔断了腿不能看家护院了，趁它没死，拿它去卖肉还能换点钱。这狗伤口都化脓了，这狗主人也不肯花钱带它去看病。这狗跟着这主人真是可怜，被虐得不成样子了，快死了还被拿去卖肉。小宝，这大黄狗真可怜。这狗我要了，多少钱？你要？这狗腿都摔断了，就算治好了也是个瘸狗。既然你想要50文钱，你先走。你有钱吗，小娃娃？50文，50文，这狗主人疯了吧？就算是正常的狗，最多也就值几分钱。你这狗都快不成了，还卖50文，不明摆着坑小孩子吗？就是黑心肝的，连小孩子都欺负。花这么多钱买个狗，真是个傻子。大黄，我带你回家。谢谢你。小宝，咱们也赶紧带着大黄狗回家吧。爹娘，我回来了。这小宝，你从哪儿弄的大黄狗回来呀？今天我和小七姐去镇上卖栗子糕，回来的路上看见大黄狗的主人要把它拉去卖肉，觉得它很可怜，就买回来了。我们小宝真善良，那我们就把它留下来吧。反正现在家里也挣钱了，粮食也够吃，养条狗不成问题。这条大黄狗的腿伤得不轻，
得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你这段时间就在家好好照顾他吧。知道了，娘，谢谢娘。以后你就叫大黄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谢谢你，小宝。大黄，你腿好的差不多了，我带你出来走走。好啊，好啊。爷爷，你们要去哪里？这地里也没啥活啊，我们啊准备上山挖野菜去。哎，你要不要一起去？反正这会儿也没事，正好跟爷爷他们一块去后山，让大黄去后山看看能不能挖到什么好东西。好啊，好啊，爷爷，我跟你们一起去后山。好，走。大黄，去帮我找找看，这里有没有宝贝。小宝，这里。哎，小宝，大黄叫啥呢？是有什么发现吗？这是啥蘑菇呀？以前怎么没见过？能吃吗？怪吓人的，不会有毒吧？肯定有毒。老人不都说越是颜色深的蘑菇越是有毒？这不是毒蘑菇，这个东西叫鸡枞菌，凑近点闻还能闻到清香呢。算了，这个没见过，万一把人吃坏了可咋整？是啊，我们还是去挖些认识的野菜吧。唉。这鸡枞菌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啊，但是成熟的时间非常短，采摘后极其容易腐烂，一会儿下山后要是拿到山脚下及时给卖掉，不然就可惜了。大黄，你多去找些鸡枞菌，晚上给你加鸡腿。好的。小王，你这卖的是啥？白花花的蘑菇，看着怪稀奇。叔叔，这个东西叫鸡枞菌，味道非常美味。你这蘑菇不会有毒吧？有人认识这个蘑菇吗？这些不是识货的，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美味。大黄别急，一会儿他们就知道了。小娃娃，你这菌子在哪儿采的？叔叔，这个是我在后山挖到的，新鲜刚挖的。叔叔，你认识这个东西吗？当然了，这可是难得一见的鸡枞菌啊，只有每年特定的雨季才会有零星的几个，堪称啊昙花一现的美味，更是被评为菌中珍品，只有在京城的达官显贵的宴席上才会能遇到啊。我以前在京城后厨帮工的时候遇见过，没想到啊，在这个山脚下的市集上还能再次遇见它。真这么金贵啊？我刚才还以为它是毒蘑菇呢。哎，这你就不懂了，这鸡枞菌啊，只有在特定的腐烂泥土和树根下才能找得到，平常人是找不到的。而且呀，这鸡枞菌伞面比较光滑，闻着也有淡淡的香味，跟那毒蘑菇可完全不一样啊！小娃娃，你这鸡枞菌我全都要了，多少钱？叔叔，只能卖你一筐，800文就行了。800文？你这小娃可真的要价？就这一筐菌子，你可要800文？800文这么便宜，我买！小娃娃，要不这一筐也卖给我，2筐我算你2两银子。叔叔，另外这一筐我不卖。我要留给爹娘吃，只能卖你一筐，给我800文就行。小娃娃，你倒是挺有孝心的。这样吧，你这鸡枞菌卖相不错，也新鲜，我给你按1两银子一筐。以后啊，你要是再挖到这种，直接送到县城府的后厨，我全都要，好吧？好，来，谢谢叔叔，以后再有的话，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啊，行。那好。哎，小王。这东西这么金贵，在我这摊子上肯定能卖得更好。下次你再采这鸡枞菌，给我摊子上送点，我给你按2两银子一筐算。好，好，好。哎，娘，小宝，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今天我和爷爷去采鸡枞菌了。鸡枞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我做给你们吃。行，那娘就等着尝尝你的手艺了。爹娘，你们快尝尝，很好吃的。听说只有在京城当官的宴席上才能吃到的。这也太鲜美了，比猪肉还香呢。
是吗？你快尝尝。可不是嘛，这尝着比猪肉嫩多了，滑溜溜的。小宝，你也吃。小宝哥哥，你快看，那有只田鼠在偷吃草呢。这田鼠烤着吃肯定香。小宝哥哥，我们抓田鼠吃好不好？这田鼠很狡猾，你们抓不到的。天色快黑了，你们快回去吧。好吧，小宝哥哥再见。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能听到，感谢你救我性命。不用客气。这个是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甘甜酒秘方，据说用山里的野葡萄、甜草根，还有一种特殊的土曲，发酵3天就能酿成，味道甘甜，做出来的肯定赚不少钱，送给你了。特殊的土曲是什么？特殊的土曲是一种藏在老树根下的发酵菌种。那我该去哪里找呢？走，我带你去找。特殊的土曲啊，就在这个老树根下，你挖的时候轻一点，别弄散了啊。这就是你说的特殊的土曲？就是这个。现在土曲有了，配料还差野葡萄和甜菜根，咱们采完再回家吧。好啊，好啊。葡萄汁儿要多过滤几遍才行，不然会不干净。甜跟水要泡半个时辰。这个米扔到开花就可以了。酿酒的程序也太多了，累死了。这样酿出来的酒才能称得上极品，一定可以让您卖出好价钱的。哇，好香啊！确实是好酒，入口酒香甘醇，还有葡萄的香气。你尝尝。怎么样？没骗你吧？可以称得上酒中极品吧？是，酒中极品。集市的酒不都是大缸装着，买多少称多少吗？你干嘛包装的这么精致，还分成好几份？我不卖酒。那我们卖什么？卖酒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费时费力。我们卖甘泉酒的秘方。甘泉酒秘方？卖给谁啊？把甘泉酒送给各大酒楼，等酒楼求我们跟他们合作就行了。这个方法确实厉害，又快又赚钱。那你快出发吧，我也要走了。以后想我了可以去田边看我哦。谢谢你了，小田鼠，快回去吧。小宝来了，这次来找我什么事啊？特意给您带了份礼物，是我自己制作的甘泉酒，请您一定要尝尝。小宝客气了，帮你不过是举手之劳，不必挂怀。周老板的举手之劳，在我这儿就是天大的恩情，这份恩情，我无论如何都无以为报。这甘泉酒是我偶然得到了一个秘方酿制而成，绝对不是市面上那些反品，请您一定要尝尝。小宝这酒不一般呐，酒的甜香中带着一丝干裂，还有葡萄的香气。
这酒的用料也极为讲究，发酵的恰到好处。简直是酒中极品，比那京城临江楼的秋月白还要更胜一筹。周老板喜欢就好。不知这酒能否在我悦来酒楼出售？如果能在悦来酒楼出售的话，一定可以名声大噪，甚至超过那临江楼的秋月白。周老板，这个酒我就是尝试做了一下，并没有大批量生产。要不你让我再考虑2日，2日午时后我再给你答复。是我太着急了。那好吧，我就等你消息了。我记得镇上的月华酒楼、醉仙楼、一品轩和福星楼也都很不错，我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这几家酒楼都去送一下甘泉酒，看能不能约这几位老板一叙。前2天把镇上悦来酒楼、月华楼、醉仙楼、一品轩、福星楼这5个有名的酒楼跑了个遍，不知道今天能来几个。各位老板好，我叫陈小宝，前2天给各位送过甘泉酒试饮，今日专程请各位老板来，是有一桩生意想跟各位老板谈。没想到传信要给我们谈生意的竟是个小娃娃，现在真是人才辈出啊！可不是嘛，我家孙子都比他高半个头啊。周老板，这莫不是在开玩笑，让个奶娃娃来给我们谈生意？各位着什么急呀？我们做生意的最忌讳就是以貌取人，更不可以以年龄论人。年龄小不代表懂得少，当今陛下不也是7岁登基的吗？我倒是觉得这小娃娃年少可期。周老板说的在理，这位小娃娃的酿酒手艺确实不错，上次尝过之后让人念念不忘。我愿意预定50坛，每坛按3两的价格。我定40坛，每坛按5两价格，优先供给我们福星楼。我出7两，有30坛。我出10两。感谢各位老板的抬，我今天不打算把甘泉酒卖给在座的任何一家酒楼。那你叫我们来干嘛？各位老板先别着急，先听我把话说完。这甘泉酒是我偶然得到秘方酿制而成，各位老板需要的太多，原材料采集太麻烦，我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酒。这话说的在理，所以我决定出售酿酒秘方，并且只卖给一家。只卖一家？一个配方5家整，岂不是要闹僵？我倒是想买，奈何酒楼本钱有限。悦来酒楼财大气粗的，我们这些小酒楼哪里争得过周老板？我愿意出50两，买这甘泉酒的秘方。我出100两，150两，200两，250两。我出300两。周老板，你不要做得太过分，这里不是你一家独大，我们月华酒楼也不差。只要我们拿下甘泉酒秘方，我倒要看看你们悦来酒楼还能有生意吗？那样你能拿到甘泉酒的秘方再说。我出400两。你给我等着。那就恭喜周老板。恭喜周老板，恭喜周老板，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这次甘泉酒的秘方挣了不少钱，现在吃饱穿暖，还有钱花，终于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大黄，你这叼的什么？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大黄，你从哪儿叼回来的？就从口孙家。走，大黄，赶紧跟我去孙爷爷家赔罪去。我要找妈妈。你别怕，我这就带你去找妈妈。走。孙爷爷，对不起，我家大黄把你家小鸡仔叼走了，我给你送过来，幸好没伤着。哎，没事，没伤着就行。估计是我这鸡圈没扎牢，小鸡仔自己偷偷跑出去了。回去我好好教训大黄。孙爷爷，你先忙，我先走啦。哎，好，小宝，你们回去路上注意安全，慢点啊。
知道了，孙爷爷。走，大黄。唉。陈小宝，你给我出来！啊！孙叔，你这咋了？一大早这么大火气，你找小宝干啥？咋了？我家的鸡一夜之间全没了。就昨天白天，你家大黄来我家叼走了我家的小鸡仔，晚上我家的鸡就全没了。肯定你家大黄昨天晚上偷吃我家的鸡了，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不是我，主人不是我，我昨天晚上就没出过门。孙爷爷，不是大黄干的，大黄昨天根本没出门。肯定是你家大黄干的。孙爷爷，大黄昨天一直都在跟我睡觉，我们就没出门过。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肯定是趁陈小宝睡着偷跑出去干的。肯定是你家大黄，我们家的鸡圈本来好好的，昨天就你家大黄来过，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赔。孙叔，你先别着急，小宝都说了，昨晚大黄和他在一起睡觉，都没出去过，肯定不是我家大黄干的。不是大黄干的，你说是谁干的？孙叔，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给你个交代啊！这鸡，我好不容易养了这么长时间，一夜之间全没了，你们必须给我赔。孙爷爷，我有办法帮你找到凶手是谁。你怎么查？孙爷爷，你能带我去你家鸡圈看看吗？走，我让你看看你家大黄都干了什么好事。这里有爪子印，大黄过来。孙爷爷，你过来看，这两个爪子印一样吗？这两个爪子印确实不一样。这个旧的爪子印明显偏尖，踩的也更浅。大黄平时吃的太胖，踩的脚印更深更有力，所以昨天晚上根本就不是大黄干的。我才不胖！孙爷爷，你们看，这个毛不是鸡的，也不是大黄的，应该就是昨天偷鸡的留下的。陈小宝说的很有道理，肯定不是大黄干的。是啊，陈小宝家里有钱，这大黄跟着没少吃好的，怎么还会来偷鸡？那会是谁干的呢？这个就简单了，今天再去集市买只鸡，放在鸡圈里，今天晚上就能知道是谁干的了。鸡大婶，今天晚上就看你了，有情况你就大叫，你可千万要保护好我啊，我可不想死。别担心，我们就在旁边蹲着。走，大黄。快来，他来了！上！哎呦，真是吓死我了！还好我命大。竟然是一只狐狸！原来是你这个畜生偷吃我的鸡，看我不打死你！孙爷爷，先别打死他。孙爷爷，你们看，这个毛不是鸡的，也不是大黄的，应该就是昨天偷鸡的留下的。陈小宝说的很有道理，肯定不是大黄干的。是啊，陈小宝家里有钱，这大黄跟着没少吃好的，怎么还会来偷鸡？那会是谁干的呢？这个就简单了，今天再去集市买只鸡，放在鸡圈里，今天晚上就能知道是谁干的了。鸡大婶，今天晚上就看你了，有情况你就大叫，你可千万要保护好我啊，我可不想死。别担心，我们就在旁边蹲着。走，大黄。快来，他来了！上！哎呦，真是吓死我了！还好我命大。竟然是一只狐狸！原来是你这个畜生偷吃我的鸡，看我不打死你！孙爷爷，先别打死他。这荒年里也没啥吃的了，估计他也是饿急了，才来偷家里的鸡的。你家的损失我赔给你，你能不能放他一条生路？孙爷爷，这是1两银子，你看够不够？够了，小宝，你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白天呀，我真是冤枉你家大黄了哦。我这里呀有2个鸡蛋，
你拿回去给大黄，就当是我给大黄赔礼了。孙爷爷客气了，这些鸡蛋你拿回去，我家里还有，没啥事我们就先回了。哎，好，你路上慢点啊。你都走了，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这庙看起来已经荒废很久了。这里是早年路过商队歇脚的地方，听说藏着商队留下的财宝，你救我性命，此宝赠你，可以拿来换钱。这宝贝看着很不凡，应该能卖很多钱。先回家，明天拿到镇上去。大黄，我们走。大黄，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不知道。那大黄，这个在哪儿卖？你总该知道了吧？这个我倒是知道，镇上有个珍宝集市，里边各种奇珍异宝的小摊子，专售各种奇珍异宝，成交快，价格给的也高，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珍宝集市，好，那明天去。这个摊子看起来不错，先给他摊摊价。小娃娃，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儿，赶紧一边玩去，别在我摊子前捣乱。去。老板，这个怎么卖？你这小娃娃爪子没轻没重的，这可是香宝铜杯，要是磕坏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老板，这个多少钱？这香宝铜杯啊，20两，你买得起吗？小娃娃，你这浑身上下有5个铜板吗？敢在我的摊子前问价，哼！这个香宝铜杯很一般啊，还有更好的吗？一般？我这香宝铜杯市面上可是很少见的，我也是偶然间才得到这么一个，就连京城都没有比我这好的了。竟然说这个很一般。我见过更好的。小娃娃，你是来打场子的吧？你说过见过更好的，在哪儿？拿出来我看看。如果没有的话，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去？就你这破盒子里面能有什么宝贝？不是破石头就是烂木头。拿着你的宝贝赶紧滚远一点，别在这耽误我做生意。吵什么吵啊？哎，你怎么和一个小孩子吵起来了？钱老板，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呀！这个小娃娃拿着个破木盒子，非说这个木盒子里的宝贝比我的香宝铜杯还要好，还说我的香宝铜杯很一般啊！小娃娃，你口气很大嘛！你说这个香宝铜杯很一般，那你肯定有更好的喽？有？来，我看看。不错，这果然是香宝铜器啊！小娃娃，你这宝贝是从哪儿得来的呀？是我偶然寻到的。偶然寻到的？你可知道，你这香宝铜器可不是一般的香宝铜器啊！这上面的绿宝石不是一般的绿宝石，这是顶级帝王绿啊！去年有家商行收购过的同款，是60两银子一颗呢。帝王绿？你看那个香宝铜器像鸡蛋那么大，这么值钱啊！小朋友，你看看，你这帝王绿质地温润，而且没有一丝裂痕，在阳光的照耀下，里面有绿光流转，着实不一般呐。没想到这小娃娃的宝贝这么值钱。哎，小娃娃，你可愿意把这香宝铜器卖给我？你刚还说让我拿着东西滚远点呢。哎，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别跟我一般计较。你开个价，我把这香宝铜器买了。卖给你也行，只要价格合适。你愿意出价多少？200两。哎，你这什么意思？今天不卖就不让走了？你想强买强卖吗？小娃娃，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不满意，咱们可以慢慢谈嘛。你不是诚心想收购。哎，这是什么意思？刚刚这位钱老板说了，在京城的商行，1颗绿宝石就有60两，我这一大颗怎么说也得有180两，整个香宝铜器你才出200两，你不会觉得我年纪小，想故意骗我吧？钱老板，您是行家，请您帮我看看，我这香宝铜器值多少钱？这个最少300两。这小娃娃这么会讲价。实不相瞒，我有一个主顾就喜欢收藏这个，不过最多能给你200两。而且我们还要出佣金10%，你这价格如果超过200两，在这珍宝集市没有哪个摊位能收得了。这香宝铜器几年也遇不上一件，要是送到京城去卖，您觉得能卖多少钱呢？哎呀，京城路途遥远，你一个小娃娃家怎么过得去啊？不如卖给我稳当。这样，我给你250两，你看可以吗？哎，这位小朋友，我也非常喜欢收藏这珍品，我出300两，卖给我吧。钱老板，你这是抢生意啊！小娃娃，我出320两，你直接卖给我，你看可以吗？你能拿出来320两，我出350两，现金现货。你2位都是行家，香宝铜器的价格你们都知道，既然是有价值的，当然是价高者得啦。哎，对，那350两啊，我马上就能付给你，咱们钱货两清。老板，你还加价吗？如果不加的话，我就卖给这位钱老板了。这是350两，你点点。这个香宝铜器你拿好。好，我们就钱货两清啦。哎，好。哎，对了，以后再有这样的好东西，一定要来珍宝集市的摊位上来找我。好，我先走啦。嘿，好。小七来了，快进来。婶子，我来找小宝。小宝，快出来，小七找你了。来了。小宝，今天镇上有集会，可热闹了。听说还有西域商队呢，咱们要不一起去看看吧？集会，西域商队，去吧，难得集会一次，你们就好好玩，但是要注意安全呢。知道了，婶子。快走吧，再晚点就没位置了。娘，那我们走啦。走。大家快来看啊！漂亮的鹦鹉，漂亮的鹦鹉！前面好多人，好热闹。小宝，咱们也去看看。好漂亮的鹦鹉啊！我还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鹦鹉。你这姑娘可真有眼光，这是我专门精挑细选的鹦鹉。果然好看。这位姑娘，喜欢的话直接买下来，只要5两银子。5两银子，这么贵？不买。好可爱的小鹦鹉啊，就是有点可怜，感觉都要饿死了。小宝，这鹦鹉是不是想对咱们说什么话呀？你不是能听懂动物说话吗？你听听它到底在说什么。别走啊，救我啊！他在让我们救他。你能听到我说话？可以。这个黑心的商队把我快饿死了，太痛苦了，求求你救救我吧！老板，这鹦鹉多少钱？这鹦鹉很便宜，只要1两银子。这鹦鹉我要了。谢谢你啊，好心人。小娃娃，这笼子打开，这鹦鹉就飞走了。它自己飞走了，我可不管退货啊。这小娃娃可真厉害，竟然还懂得驯鸟呢。我们商队人都没驯服他，你一人就驯服他了，小兄弟，你可是高人呐！小宝，小鹦鹉要带咱们去哪儿啊？不知道，跟上去看看。小鹦鹉带我们来这做什么？应该带咱们找一些东西。
是湿润的。前面有泥潭，过去。小七姐，小鹦鹉说前面有泥潭，让咱们过去看看。走，过去看看。哎，这是蚌壳。竟然真的有蚌！小宝，你快看看，里面有珍珠没？这里面的珍珠竟然跟鸽子蛋这么大，还泛着淡紫色光晕。要是拿到首饰铺，能卖不少钱。小七姐，这个你收好，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没关系的，小七姐，你也要赚钱养家，不要跟我客气了。这次救下小鹦鹉，你功不可没，我再找找看。那就谢谢你了，小宝。哇，天哪，这个蚌壳里竟然还有红色珍珠！这珍珠看着晶莹剔透的，像是传说中的血珍珠。血珍珠是啥？我也没见过，只是听说过。既然你们都有收获，那我就走了，后会无期。谢谢你啊，小鹦鹉。谢谢你，小鹦鹉。小七姐，那咱们也回吧。走。这珍宝集市汇聚各方珍宝，整个集市琳琅满目，是众多喜爱收藏奇珍异玩的收藏家的交流集市。咱们珍珠在这里应该能卖出去，咱们进去看看有没有哪个合适的摊子能收吧。走。我是这边珍宝集市的负责人云瑶。两位小客人，你们是来珍宝集市买东西的？不是，姐姐，我们来这里卖东西。云瑶姑娘，你们这珍宝集市怎么什么人都给放进来呀？连2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也敢进珍宝集市来卖东西？怎么，真当珍宝集市的老板都是吃干饭的吗？就是2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也敢抢我们生意。来，让我看看你们这俩小孩卖的什么东西。就这，也就比一般的珍珠大些而已。这种东西啊，在我家要多少就有多少，没什么好稀奇的，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赵公子，你说话请嘴下留德。这位小姑娘的珍珠并非普通珍珠。鸳鸯姑娘，这分明就是普通的珍珠，你在胡说什么？这颗珍珠上泛着淡紫色的光晕，颜色莹润，提光明亮，仅米粒大小就能卖出300两的价格，更何况这颗足足有鸽子蛋大小。赵公子，这次你可算是看走眼了。这个赵公子仗着家里有钱，天天欺负人，没想到今天栽了个大跟头。就是，真是够丢人的。小姑娘，你的这颗珍珠我们收不了。姐姐，为什么？你明明刚才还说我的珍珠好。你的珍珠太好了，我们珍宝集市的摊主都买不下这么贵的珍珠。是啊，他们这个珍珠品质真不错，可以称得上顶级了。我们这种小摊子根本买不下。姐姐，那我的是不是也卖不出去了？等等，你们这珍珠是从哪里寻来的？我们偶然间在泥潭里寻到的，2颗珍珠都是在同一个蚌壳里发现的。一蚌双珠，还是一红一白，这可是能卖出天价的。你们确定要卖吗？我知道有个地方能买下你们的珍珠，我可以带你们去，但是要以珍宝集市的名誉去卖，你们能接受吗？可以，姐姐，你说的地方在哪里？到了你们就知道了，跟我走吧。多宝阁，这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多宝阁是来自京城最大的商号，全国各地都有分店。这里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举行珍宝竞价，很多珍宝在这里面都能卖出天价。曾有一株9品仙草在珍宝阁卖出1万两的价格，你们的珍珠在这里肯定能卖出好价钱。跟我进去吧。云瑶姑娘，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
听说你们多宝阁今天有竞买会，自然是来参加竞买会的。云瑶老板拿出来的东西，定能是惊艳四座的绝世珍品呐！客套就免了，帮我带这2位小娃娃去验货吧。好嘞，2位这边请。吴掌事，这2个小娃娃来验货，您帮忙长长眼。赵管事，你带2个小娃娃来这儿，他们能有什么好东西？这2个小娃娃可是珍宝集市负责人云瑶姑娘带来的，想必是有些东西的。把你们的东西拿出来，我看看。啊，这么大的珍珠，我活了几十年都没见过，真是稀奇啊！哦，这白色珍珠，色泽莹润，不仅个头大，质地更是上乘。这红色珍珠晶莹剔透，如鲜血凝结，毫无瑕疵，堪称稀世珍品。这2个珍珠是一个蚌开出来的，1蚌双珠，今天真是开眼了。那我们的珍珠可以参加竞买会吗？当然可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2位前庭稍坐，我这就安排。2位跟我来。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各位贵宾，今天压轴的这件宝贝是由珍宝集市负责人云瑶姑娘带来的天然野珍珠月破珠。哇，我玩珍珠30年，从来没有见过颜色这么正的珍珠。这颗珍珠是天然形成的，怎么可能？我出300两，我出350两，我出400两。各位贵宾，请不要着急，我的话还没有讲完。这颗珍珠我们不单卖。这颗赤红珠和月破珠是天然形成的1蚌双珠，这一对可堪称稀世珍品，起拍价1万两。我的天哪，竟然是1蚌双珠，10万只蚌都不一定能开出一个，简直是奇迹！这对的价值根本无法估量啊！这辈子能见到这对珍珠值了。我出15000两，16000两，22000两，25000两。成交！恭喜这位贵宾以25000两的价格成交。嚯，真是大手笔啊！我的天哪，这珍珠也太贵了吧！2位不要惊讶，品质好的珍珠本来就一珠难求，25000两的价格还算正常。竞买会结束了，咱们走吧。小七姐，拿好，这是你的13500两。没想到2颗珍珠竟然卖了25000两，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多钱。以后我再也不用上山挖野菜了。咦，街上怎么多了这么多书生打扮的人？听说1周后就是春闱科考的日子，这些都是进京赶考的考生。原来如此呀！接过去报。糟了，这是我临行前跟村里人借钱买的墨，现在摔的用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啊？我们这些穷书生啊，哪里再买得起新墨呀？是啊，最近墨价飞涨，我们怕是连字都要写不起了。哥哥，对不起，我再赔你一块新的吧。没事的，小弟弟，这事儿不怪你，是我自己没拿稳。哥哥，你也是要进京赶考的考生吧？没墨那怎么行？我给你再买一块吧。前边就有家叫文宝斋的墨铺，我带你去挑块能用的吧。要什么呀？老板，你这里有没有写字好用的墨？我们想买块墨。3两银子。3两银子，这么贵？嫌贵呀？去，出去捡点炭灰写字吧。你。现在可以买吗？
可以可以。您看啊，您看这一块，凑近看，身上刻着细密的云纹，细纹能闻到松烟清香，是松烟墨中的中上品呐。这块墨比我那个贵了3倍，太贵重了，就最便宜的墨就可以了。就这个吧，给我们包起来。好嘞，客官您稍等啊。来，那给你。哎呦，哥哥，书生怎么能少了墨呢？好墨写出来的字，才不发挥，这才配你。祝你今年春闱一举高中，得偿所愿。小弟弟，谢谢你。哥哥，快去读书吧，别耽误了时间。老板，再给我拿块松烟墨。好。客官您拿好。你又不经常写字，买块墨做什么？现在春闱在即，墨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我做点墨拿去卖，肯定能卖上好价钱。小宝，你真的很爱赚钱啊。我们走。下次再来啊。现在日常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松烟墨，价格低廉且制作简单。而另一种则是油烟墨，采用顶级木材烧制成灰，再加入上等牛皮胶和各种珍稀药材制作而成，多用于有钱人家或者达官显贵。制作方法倒是不难，那我们要做松烟墨还是油烟墨？要做肯定就做最好的，但是制作油烟墨的顶级木材和珍稀药材该去哪里找呢？要不我们去后山看看？走，咱们去后山。大黄，怎么了？前边好像有危险，我闻到有血腥味。走，咱们去前面看看。嗨，小兔子，你能听懂我说话吗？我能听懂。你是来救我的吗？对，我是来救你的。你别再动了，越动捕树夹就夹得越紧。我来帮你解开。你坐着别动，我给你摘点草药敷一敷。小兔子，我是来后山寻找顶级木材和珍稀药材的，你知道哪里有吗？我知道，你们跟我来。你快来，就是这里。这棵松树至少有100年的树龄了，完全可以称得上顶级木材。这里还有棵树，很香。这棵树我也从来没见过，树干粗壮，树皮纹理独特，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难道是龙脑香树？用龙脑香做出墨，就算放在现代，也是可以在拍卖会卖出上百万的价格，号称天下第一品。当时就有黄金易得，一墨难求的说法。小兔子，谢谢你，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能采到龙脑香，多谢你了。是我该谢谢你，是你救了我，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好，再见。现在原材料都已经备齐，先把老松木、烟灰加水融合。这老松木烧出的细腻程度真好，不愧是100年老松木，烟灰还带着松木香。龙脑香晶片和老松木烟灰融合的不错，差不多了，就这样吧。这样就算完成了。这墨是用100年松木烧成烟灰，与各种珍稀药材
融合而成，就取名叫松烟凝墨吧。明天拿到集市上去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还看呢？雅集马上就要开始了，再晚就赶不上了。走。哎，哥哥，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大家都往城南跑？今天啊，城南有周燕山先生举办的兰亭雅集，去的都是文人墨客和有钱的收藏家。哎呀，再晚就来不及了。周燕山？周燕山先生可是京城有名的文坛大家，所有学子向往的风云人物。听说周燕山先生还会当场挥毫。哎呀，我不跟你讲了，再晚就没位置了。每年这个时候都罢，去年有人在雅集上卖了块老墨，直接卖了100两的天价。这么有趣，那我倒要去凑个热闹。好字。周先生这字写的似春风拂柳，活灵活现呐。这墨磨着发涩，墨汁也不润，写出来的字也少了几分灵气，可惜了这满纸春光呀。这墨在我们看来已经是上等货了，换做旁人用，根本写不出您这效果。是啊，我们看这字已经非常完美了。周叔叔，不如试试我这块墨。哦，周叔叔，我这里有块墨，或许可以配得上您的字。你这个小娃娃倒是很有自信，把你的墨拿出来让叔叔瞧瞧。叔叔，这块墨叫松烟凝墨，用这墨写出来的字丝滑无比，还有淡淡的清香，您可以试试。这墨色看着如镜面般光滑，闻着很清香，有淡淡的药香，混着松烟香。这墨汁黑中带紫，竟不见一丝杂质。这出墨速度也比寻常墨快3倍不止。真是块好墨呀！我写了一辈子的字，竟少见这般活的墨呀！墨色浓而不滞，转折处分毫尽显，连笔画间的飞白都带着细腻的光泽。小娃娃，你这个墨怎么卖？叔叔，这块墨卖100两。100两？寻常墨块也才3两银子。我这块松烟凝墨用的是百年老松木、龙脑香以及各种珍稀药材制作而成，和寻常的墨自然是不同的。100两算什么？只要配得上周先生的字，这个墨就值这个价。这块墨我要了，我现在就让下人把钱送过来。小娃娃，你把这块好墨卖给满身铜臭味的商人，不是糟蹋了这块好墨，不觉得可惜吗？这位叔叔，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墨只是用来写字的工具，不应分3、6、9等。只要这位叔叔是真心喜爱，又为什么不能买？难道在几位叔叔眼中，只有读书人才有资格用墨，其他人便不配吗？说得好，你们几个远不如一个小娃娃有见识。小娃娃，你可愿意将松烟凝墨卖给我？我愿意出150两。之前在雅集最贵的墨才卖100两，周先生竟然愿意150两买这块墨。行，我很敬佩周叔叔的书法，这松烟凝墨能在周叔叔笔下展现神采，也不算辜负了。好，好。松烟凝墨卖了150两，真是笔不菲的收入啊！照这样下去，年入100万不是梦。什么声音？这是我先看到的，你不许抢！是我先拿到的，是我的，是我的！小家伙们，你们别打了！你是谁呀？你是谁呀？你不要多管闲事！我只是路过，你们2个为了一颗枇杷打伤自己，多不划算呀！可是这果子是我先拿到的。你胡说，明明就是我先看到的。
好了，别吵了。你们看，那棵树上还有很多枇杷，我去给你们摘一点，你们俩就不要再打了。那你帮我多摘点，多摘点。好。这样就够了吧？够了，谢谢你，小哥哥。那你们快回去吧。你等我会儿，我马上回来。这是川贝。是我在地里挖的，送给你。川贝枇杷，不做川贝枇杷膏岂不是可惜？小刺猬，你可以带我去挖到川贝的地方去看看吗？跟我来。小哥哥，我就是在这里挖到的川贝。川贝的根茎很脆弱，你挖的时候需要小心点儿。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家了，再见。谢谢你了，小刺猬，我也该回家了，再见。爹娘，我回来了。你这小子，一天又跑哪儿去了？把你娘担心坏了。爹，我今天白天去集市卖墨去了，回来的路上顺便摘了点枇杷。爹，你尝尝这枇杷好不好吃？呸！枇杷好酸啊，根本就吃不了。什么好酸呀？娘，爹说我摘的枇杷酸呢。枇杷？那我把它做成枇杷水，这样就不酸了。娘，不用了，我打算把这些做成川贝枇杷膏。川贝枇杷膏那是什么？没听说过呀。只听说过枇杷膏，没听说过什么川贝枇杷膏啊。川贝枇杷膏就是在枇杷膏的基础上加入川贝，平时可以泡水喝，可以清热润肺，对治疗咳疾有奇效。做出来医馆抢着要。行，小宝想做什么，爹娘就陪你一起做。谢谢娘，娘最好了。那我们就把枇杷、枇杷叶、川贝清洗干净吧。再把它们晾干，明天干了再开始制作。行，那我们先回屋睡觉吧。好，走。娘，我爹呢？你爹呀，去地里干活了。这些都是你让我准备的。这个是去了核的枇杷，还有这个是枇杷叶，这个是磨成粉的川贝。剩下的我自己来就行。好，这样就行了。还不行，还得放些糖。为什么要加糖啊？枇杷性凉，加些糖既能中和寒性，又能让川贝枇杷膏更甜。这川贝枇杷膏味道闻着真不错。再熬煮半个时辰就可以了。川贝枇杷膏终于熬好了，娘，你尝尝。这喝起来甜而不腻，带着枇杷的清香，还有川贝的微甘。这和平常的枇杷膏一点都不一样呢。你也尝尝。对，就是这个味道。娘，我想把这川贝枇杷膏拿去瑞昌药材铺卖给王老板。行，那你一个人要小心一点，早去早回哦。知道了，娘。哟，小家伙，今天怎么有空啊？是有什么好药材要卖？王老板，这是我研制的川贝枇杷膏，对治疗咳疾有奇效，特意拿过来给您看看。枇杷膏我的店里也有，让我看看你的枇杷膏有何奇特。川贝枇杷膏果香格外清甜，没有寻常枇杷膏那种苦涩味儿。
小宝，你这枇杷膏怎么熬制的？尝起来膏体格外绵密，刚入口时有枇杷的甜润，咽下去之后又有一丝微甘，这是怎么做到的？这里面加了新鲜川贝，新鲜川贝是极其难寻的，加入枇杷膏里，使枇杷膏更加清甜，喝完之后喉咙更加舒服，有咳疾的人喝一罐就能好。效果这么快，真是不错。那你这枇杷膏准备怎么卖啊？叔叔，我不卖枇杷膏。不卖枇杷膏？我想卖制作川贝枇杷膏的秘方。川贝枇杷膏要去挖新鲜川贝，太难找了。我决定把秘方卖给你，你看怎么样？我觉得可行。我把川贝枇杷膏的秘方卖给你，您可以自己制作售卖。秘方仅此一份，您将会是镇上唯一的收货商。小宝，你这个提议不错，但是你这秘方价格多少啊？我把枇杷膏的秘方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我？是的，以后川贝枇杷膏的利润分我一成即可。你这小娃娃倒是挺会做生意，不过你不怕我拿了秘方不跟你合作吗？我相信王叔叔，王叔叔的瑞昌药材铺是我们镇上最大的药材铺，口碑和信誉都顶好的。王叔叔肯定不会因为小小的川贝枇杷膏去自毁招牌的。如果王叔叔真的不跟我合作，我可以再研究更新的秘方，卖给别的店铺。你这小鬼头啊，考虑的还挺周全。行，就按你说的，以后呀，这川贝枇杷膏的利润一成归你。这瓶川贝枇杷膏啊，就放在这儿，我找人呐，按照你说的秘方试着调制。谢谢王叔叔，合作愉快。这小滑头，合作愉快。这几日靠着动物们的消息，倒是挣了不少银钱，但是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在这荒年里，吃饱穿暖头等大事，归根结底还是得落到土地上。可是种什么呢？这荒地几百年不下雨，种小麦、玉米都长不出来，都是白下。哎，小宝，你怎么还没回家呀？好嘞，李爷爷，我马上就回家。好。哎，这几年也不知道咋回事，地里的庄稼都不好好长。是啊，这荒年不知道啥时候能过去。再不下雨啊，这地就废了。是啊，哎，要是有什么作物既耐旱又生长得快就好了。想啥呢？哪有那种作物啊？哎，走吧。既耐旱又生长得快的作物，哎，那不就是棉花吗？棉花都能在沙漠里生长，这荒地肯定没问题。现在天气也冷了，做成棉袄、棉被，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但是现在没有棉花种子，我该去哪里找呢？我知道哪有棉花种子啊！你竟然知道棉花种子？我3年前曾见过一支西域商队在城北驿站附近遇劫，当时商队车上就堆着棉花种子，你可以去那儿找找。谢谢你，大爷。不客气。我这就去试试。小娃娃，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你家大人呢？这里可是很危险的。叔叔，我听说这里曾经有商队遗留的棉花种子，所以过来找找。你怎么知道棉花种子？你问这个做什么？我们村里连年饥荒，土地贫瘠，听说棉花种子能在贫瘠的土地里生长，所以特意过来找找看。啊，哎，没想到竟还有人记得，我就是当年那支商队的幸存者。这就是棉花种子，这是我从火里刨出来的。当时想，就算只剩最后一口气，也要把这棉花种子交给能用得上它的人。可惜这3年来，从没有人问起过。我以为这宝贝就要永远埋藏在这里了。如今你来了，这种子就交给你，让它发挥它的价值吧。叔叔，谢谢你，你是个伟大的人，我们都谢谢你。另外，这本书上详细的记录了棉花种植方法，还有防虫、摘棉花技巧，拿着看吧。我一定会让棉花种子生根发芽，让每家每户都能种上棉花种子。您放心吧。去吧，小家伙，相信你一定可以。老板再见。爷，我回来了。好。
今天怎么没去地里？哎，咱们地里种的作物一直长不出来。不过咱们家还好，之前靠卖药材和摆摊挣了钱，不然咱们现在也要连饭都吃不上了。爹，我找到能在荒地里种活的作物了。什么作物？在哪里？啊，爹，这个是棉花种子，能在旱地里生长，对土地要求不高，可以去种一点试试。行，我这就去种上试试。放。爹，啊，这棉花种子可是稀罕物，不能一次性种完，万一种错了，岂不是白白糟蹋了？这样种就好了吗？是的，爹，按照书上说的，再等半个月就会长出棉花了。希望真的能长出来吧。哎呀，这棉花种子种下去，到现在差不多有半个月了。明天再去田里看看莲花裂开没，裂开了就可以收棉花了。到时候让娘做几件棉袄，去街上卖着试试。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出棉花了啊！出棉花了！你家地里出棉花了！小姐姐，你说什么？哎呀，就是你天天念叨的地里的棉花呀，都已经裂开了，白花花一片，大家都在你的地里看呢。快走走！请问你家种的都是什么呀？看着白花花的。小宝说这个叫棉花。棉花？这种了几十年地也没见过呀。小宝说这个棉花能在旱地里生长，长出来的作物做成衣服比现在的衣服暖和10倍，能卖不少钱呢。哟，听着这么玄乎啊！早知道我家就跟你买点棉花种子种了。小宝来了。小宝，你那个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给大伙都说说吧。是啊，给我们都讲讲呗。李爷爷，这个叫棉花。它不能吃，但是可以纺纱织布，晒干后做成棉线，比麻线更软。可以放到衣服夹层里，做成棉袄，冬天穿着一点都不会冷。你这棉花听着挺玄乎，咱们祖祖辈辈都种玉米小麦，这新花样能成吗？等我做出来给你们看了，你们就明白啦。行，那就等着看看，要是真能成，过几年我家也跟着你种几亩。姨娘，我们回来了。这就是小宝前2天跟你说的咱们地里种的棉花。这才长半个月，居然就长了这么多，可不是嘛。娘，您能帮我把这些棉花做成棉袄吗？这棉袄？什么是棉袄？怎么做呀？我们平常穿的衣服都是往夹层里塞麻絮，咱们往里面塞棉花，棉花做成的袄子就是棉袄。这个简单，娘给你多做几件，你好拿到集市上去卖啊！谢谢娘。棉袄，卖棉袄了，既暖和又结实的棉袄。小娃娃，你这衣服穿上暖和和的，比塞麻絮的袄子暖和多了。你这棉袄多少钱一件？1两银子一件。1两银子一件，这么便宜啊！哎呀，给我来一件。我也要，给我也来件。哎呦，这衣服真不错。是啊，真不错呢。小娃娃，我是徐记布庄老板，请问这棉衣是你家做的吗？是，棉花是我们自己种的，棉袄都是我娘自己做的。这棉袄看着挺厚实，摸着一点不硬，反而很软，比我布庄的袄子还要好。小娃娃，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吗？徐师傅，这棉袄厚实又柔软的主要原因在于夹层里的棉花。这是何物？
看着像柳絮，摸着比柳絮麻絮细腻很多，我竟从来没见过。这个叫棉花，是西域的稀罕物，做成衣服既柔软又保暖抗寒。这棉袄还有多少件？我全要了。全要了，就这2件了。就这2件。这小娃娃，你愿不愿意跟我合作？这棉袄1个月我要200件，每一件给你2两银子结算，你看如何？200件的话，我们自己做肯定做不了这么多。叔叔，要不你让我考虑考虑，2日后我再给您答复。那我就在店里等候你答复，咱们2日后再见。再见。今日棉袄已全部售空，收摊回家。哎呀，哟，爹娘，今天卖棉袄一共挣了20两。不错不错，我们小宝很是能干嘛。今天晚上我再多做几个棉袄，明天一早你拿到集市上去卖，肯定能挣更多。爹娘，今天徐记布庄的徐老板想要跟我们合作，每个月订购200件棉袄，每件棉袄按2两银子算。是吗？这是好事啊！有人愿意长期在咱们这购买棉袄，以后就不用去集市上摆摊了。但是1个月200件，我们也做不完呢。是啊，是啊，爹娘，我打算把棉袄的生意跟村子里婶子们分一分，这样每家每户都能挣上钱，不愁在这荒年里吃不上饱饭了。小宝这个主意好，这样咱们既能赚钱，也能带领全村人一起挣钱。小宝真是长大了，有能力，有担当，有大爱的好榜样。明天我就去找村长，让村长召集大家在村口集合，咱们给大家宣布这个喜事啊！行。村长在家吗？陈旺啊，找我有啥事儿啊？村长，前段时间我家地里种棉花这事儿，您听说了吧？听说了，怎么啊？这是昨天小宝去集市拿棉花做的棉袄，挣的20两银子。这，啊，陈旺，这你们家棉花做的袄子赚了这么多钱呢？是啊，是啊，村长爷爷，不仅能挣钱，还能换饭吃呢。村长，我今天来找你啊，就是想带动村里人一块种棉花赚钱。村长，你看，咱村里现在的地呀，干的都种不出作物，这棉花耐旱，还长得快，种它正合适啊。只是这棉花种子是个稀罕物，大家伙没有啊。村长爷爷，棉花种子我们免费提供给大家，可以教大家如何种植和采摘，如何制作。村长，这棉花种出之后啊，可以让村里的婶子们制作成棉袄，我们家每月都会统一收购棉袄，每一件给婶子们都按1两银的收购，绝不亏了大家。这确实是一个赚钱的好方法。这样吧，我召集村民在村口集合，你亲自来给他们讲。好，谢谢村长。老少爷们，大家快来村口集合，我有办法带大家吃饭挣钱了。你个小孩子家的，别瞎咋呼！这荒年哪有什么挣钱的法子？我昨天卖棉袄，可是整整挣了20两。20两，20两！陈旺有法子带咱们挣钱。对啊，什么法子呀？再不挣点钱，我们家都没米下锅了。各位乡亲父老，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给大家说个挣钱的法子，让村里的老少爷们都能吃饱饭。陈旺，你说的法子是什么呀？昨天小宝拿着棉花做的棉袄，在集市赚了20两。20两，20两，这可是庄稼户1年的收成呢。陈小宝一下午就赚这么多。各位父老乡亲，小宝已经找到了棉袄的销路，徐记布庄的老板每个月会收购200件棉衣，有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赚钱的？每件棉袄我会按照1两银子进行收购。1两银子一件，我做，我也做，我也做。就算我们想做，也没有棉花呀，没有棉花怎么做棉袄？棉花种子我们免费提供给大家。让咱们村里每家每户争取都能种上棉花，挣到钱。小宝啊，这大伙儿都没种过棉花，能成吗？李爷爷，这个你放心，我这里有本棉花种植手册，上边详细的记录着棉花的种植、采摘技巧，然后按照上边的种植即可。我种，大家不要着急，来我爹这儿登记，预定棉花种子，我保证咱们村每家每户都能拿到棉花种子。登记，我要点种子。现在棉花种植到棉衣制作，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销售渠道也稳定，土地也利用起来了。每个月光棉袄销售就有200两银子，一年算下来就有4400两，真是笔不菲的收入啊！来，你们是？我们是瑞昌药材铺，王老板的伙计。马上过年了，王老板让我们把今年的收益给您送来。哎，另外这是王老板给您的过年压岁钱，王老板让我转达。这一年感谢您一路支持，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喜乐，财源广进。王老板可真是懂我呀，财源广进可说到我心坎里了。替我谢谢王老板，在新的一年里也要一起努力挣钱。好，告辞。哟，这怎么有这么多箱子？都是几位老板送的。我送的和这几位老板送的一比，还真是小巫见大巫呢。小七姐做的栗子糕才是天下第一。来，老黄，还有2天就要过年了。老黄，你还记得1年前的我吗？当时我是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穷小子，当时还跟你在这里诉苦。当然记得，那时候你的背篓里连个像样的野菜都没有，瘦得跟个小猴子一样。现在不一样。老黄，看到那片田了吗？明年开春就会长出新的棉花，又是新的生机。你再看那清风山，还有我开采的煤矿呢。我昨天算一下账，这一年赚了足足有100万呢。这些都是你应得的，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年赚100万，你是好样的。只是不知道这个荒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相信它很快就会过去的，别担心。小宝，该回家吃饭了。刚才李爷爷来家里找你，说他家小子穿了你给他的棉袄，冬天没有再被冻着，还说来年春天要跟着你一起种棉花呢。娘，你放心，等来年春天，我一定会让这片土地长满棉花和粮食，让咱们云溪村家家户户都能吃上白米饭，穿上厚棉袄。行，娘相信你。走，回家去。